纽约有这样的机会，可以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读书呢，我觉得很幸福哦。Follow Professor Ye， 美国慢食慢活之旅。Hello， 欢迎再度 Follow Professor Ye。我现在在纽约的第6大道和42街交叉路口附近的一个布莱恩特公园。那来到纽约呢，天气有一点凉爽，外面还下了一点点的小雨呢。那在纽约呢，我这几天呢，我会带大家一起到不同的地方走一走。那布莱恩特这个公园呢，它是一个小小的公园，也有很多的人在这边做休闲活动呢，还有人在这里做太极哦。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在附近走一走哦。在纽约这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啊，能够在这里呢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啊，跟很多人聊天啊，做运动啊，就是生活中的慢活哦。在这个公园里头叫 Bryant Park， 里面有好多的一些艺术的雕像。那在纽约的这个市中心能够有这个公园，然后推广一些艺术，甚至还有文学阅读啊，可以看到随处都有很多的桌子椅子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呢，坐下来吃东西啊，聊天啊，讨论生活的一些杂事啊。这是在一个大都市里头的非常觉得很令人赞赏的。这个布莱恩特公园呢，他们也会在不同的时间呢，会举办一些叫做 Reading Room 这个一个活动哦。他们会邀请很多的一些作家，然后来这里啊，跟很多的读者啊一起来这里分享一些文学的活动哦。在台湾很少有这样的活动哦。那待会10点半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一个作家来哦，非常开心哦。在这个布莱恩特的雕像旁边有一个温室的花园的餐厅，看起来非常的浪漫哦。那外面有摆很多的椅子啊，然后如果在傍晚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晚上的时候，在这边吃东西啊、聊天啊，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个公园里头，还有小朋友最爱的旋转木马。那看起来呢，就很像是电影里头的场景哦。然后小朋友在这里玩啊，非常的开心。在布莱恩特公园，今天好像有演唱会，哇！现场人山人海，真是非常热闹。所以在这个布莱恩特公园呢，经常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在举办哦。然后在纽约的第6大道跟第5大道中间的这一个布莱恩特公园，大家有空也可以来走一走哦。布莱恩特的位置呢，在这个地方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地方低的位置呢，就是纽约的图书馆。从布莱恩特公园呢往那边那个地方就是公共图书馆。现在我们就要往公共图书馆方向走咯。Hello， 今天还看到在图书馆前面有人在拍婚纱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相信大家对纽约公共图书馆都不陌生，因为呢，这个图书馆在以前很多的电影哦，像是《明天过后》在里面烧书啊，《蜘蛛侠》《欲望城市》啊，《蒂凡内早餐》都在这里拍过哦。那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哦，它的是在第5大道跟42街的这附近，然后它是建于1897年到1911年，那面积很大哦，64680平方公尺。那这个名字叫做这栋公共图书馆名字叫舒适名，那是在2008年呢用犹太的富商的名字来命名的哦。那也在1965年列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。
那1966年也列为美国的国家史迹名录。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这栋非常特殊的图书馆吧。在纽约有这样的机会，可以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读书呢，我觉得很幸福哦。大家也可以来这里，然后不要在纽约只有吃吃喝喝哦，也可以享受一个阅读的下午哦。听说呢，这个2只石狮子啊，它是用创办人的名字哦来命名的。那有公的跟母的，不过我不太知道它哪是公是母的。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哦，走吧。很壮观哈！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拱门，然后还有旁边有2个很漂亮的灯，然后也都是由大理石所建造的，然后灯也非常的漂亮哦，整个廊道啊都充满了古典的味道，很像是美术馆一样哎。这个图书馆应该是全世界最特殊的一个图书馆，就在纽约的第5大道上面，然后人山人海来这边看人家读书，不知道在这边读书的感觉如何？你再往3楼走呢，就是最有名的这个阅览室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在天花板上。像极了凡尔赛宫的美术馆。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，它现在因为游客太多，他们把它挡起来，怕影响别人呢在里面读书。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主要的，是这一个叫 Beer Plus Public Catalog Room。昨天我们去的是这 Rosemary 的 Room，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个有点不太一样。一样有很漂亮的天花板哦，每个人的前面都有一个台灯，很棒哦。大家都很安静的在读书哦。今天在公共图书馆的玫瑰厅啊，在这边读了一个下午的书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公共图书馆，不是只有来参观啊，能够在这边读一个下午的书哦。走在这样的楼梯上啊，真的感觉自己像是欧洲的贵族，而不是身处在纽约哦。今天
带大家参观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，纽约也有富有人文跟历史的这些建筑物。那我们 Follow Professor 叶，下次见喽！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